我爹呢？我爹在哪儿？他们亲手逼死了白寻，竟然还敢来送礼，人族简直虚伪至极。金曜那日使了仙法，这些人族已经不记得仙妖和冥毒的事了。在他们心中，白寻不过是壮年病死，和他们扯不上半点干系。这帮仙人倒是挺会粉饰太平的。店主，咱们什么时候带白兽回妖族？老头子，我要走了。仙族消除了全城人的记忆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还缅怀你，为你诵灵，为你哭泣。
为了一座城，守了一辈子，连命都搭进去了，值得吗？崇昭让我跟他回仙门，这要放在以前，我一定高兴地蹦起来。但我现在看明白了，妖族无情，仙族无为，人族无力，谁都靠不住，也谁都不可信。求人不如求己。你放心，终有一日，我会强过仙妖，去冷泉宫为你报仇。想向冷泉宫报仇，何必如此麻烦？谁准你来我爹墓前？你不是想找冷泉宫报仇吗？入我其域，本殿可以帮你。冷泉宫该死！你又好到哪儿去？给我幽草之时，你就不存利用之心？本殿犹记得你说过，等价交易，无所谓利不利。等价的条件是我爹活着。都放肆一回。我不求一个妖良善，但我也绝不允许你饶我爹安宁。滚！撕开我心扉，能抱紧你一点，就算这痛会渐渐冷却。本殿的确打算离开这座城，不过你得和本殿一起。我凭什么和你一起？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谁说我没有？没有实力，就算出剑也是自取其辱。范岳，你若强行带走他，便是与整个兰陵仙宗为敌。那便与仙宗为敌。回去告诉金耀，人我带走了，要等机遇静候。师傅，怎么没有一品丹的记录？一品丹那是上古时候的传说，没有人见过。跟我详细说说呗，说不定我能练出来呢。不是为师。
果然睡了。你也得记我3分，是吗？等着瞧吧。哦，我还跟老龟学了一些卜算之术，但这龟壳可能是用的不太顺手，一直算不出来什么。你说他是不是诓我呢？他还能诓你吗？1000年的老龟，狡猾得很。哎，我这有1轮月亮，弯的，你那有吗？所以仙族和妖族看见的是同一轮月亮，各族都在同一片陆地之上，看见的自然是同一轮月亮。你今日絮絮叨叨说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熬夜炼丹无聊得很。无聊？你拿本店当乐子？那倒也不是，只不过无聊之时自然想到无聊之人。白说。我还有事，不说了。店主，店主，为何还有这么多？之前店主去了宁安城，极域之地诸事堆积，大家伙都等着您回来决断呢。那为什么连这种鸡毛蒜皮的争吵斗殴之事也要呈给本店？没办法，极域万妖，大家伙谁都不服谁，唯一服的就是店主您。您不给判个输赢，结个对错，他们能继续打一辈子。所以啊，店主，您还是辛苦辛苦，把这些看完吧。啊！哎，等等，店主有事吩咐。有个问题，你在无聊之时会想到什么？无聊之时，喝酒、打架、睡觉。本店问的是人。倒是会想一个。谁？能不能不说？为何？喜欢的人不好意思说啊。店主您忙，我给您放过去。喜欢的人？你杀的？是。崇昭擅闯冷泉宫境，福临妖君不仅未将其击拿，反而杀了自己人。这究竟唱的是哪出戏啊？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不需要你看懂。怎么，熊妖的命就不是命了？还是说，福临妖君心中只装得下那崇昭的命？你拿小妖试炼的时候，可曾在乎过小妖的命？再说，这熊妖差点坏了我的计划，死不足惜。就这点小事，也让你跑来师尊面前告状，我还真是高看了你的度量。行了，没完了。福灵，说说你的计划。师尊曾教导过，对方想要什么，我们便给什么，即便是假的，也要做得逼真。崇昭在探查父母死亡的真相，却无从查起。这个时候，我给他抛出一丝线索，无论线索是真是假，他都会死死抓住。只要他想查，就只能往里跳，别无选择。福临妖君果然是多谋善断，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最好速战速决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更不要滋生其他妄念，以免失了你冷泉宫少君的身份。那好，既然他有放不下的执念，咱们就帮他把执念变强。一旦生出心魔，便可为我冷泉宫所用。福灵，我要你用尽一切办法，逼他弃仙入妖，投降我们冷泉宫。
是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弹路又炸了？成了。可以呀，徒儿，一练就是2品丹。贵师果然没有看错你，这回啊，我也能跟范月那小子交代了。你要跟他交代什么？他若是学无所成，我便将你这千年鬼壳给洗了。这携带妖物，想传信给谁啊？莫不是那皓月殿主吧？我早就说过人心难测，容易被妖族掌控。身怀无念石的人族，休想离开！崇州，你让开！白硕无辜，师叔不可妄开杀戒。住口！别忘了你的身份。他身怀无念石，却与妖族勾结，就是我们整个仙族的敌人。你不要是非不分。是非不分的不是我，是师叔你。你说我是非不分？崇昭不敢忤逆，但若师叔执意而为，崇昭也只能违逆。无可救药。够了！崇昭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当日入妖殿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正如现在，我选择不留在仙族。你要以仙杀凡，只要你无愧于心，尽管动手。住手！我来得正好。白硕勾结妖族，偷入兰陵，其心必异，不可不除啊！这位掌门也要杀我吗？兰陵不会杀一个无辜之人，我知道你并没有错。那你是愿意放我走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无念石事关苍生之安，我身为兰陵掌门，是绝不可能看他落入妖族手中。师父，你想干什么？与其放你回妖族，那不如忘记吧。仙宗之首竟然对一个人族动手，本殿看你们兰陵仙宗不如改名叫兰陵邪宗吧。范月，你竟敢闯我仙门，交出白硕！本殿来接你回去。阿硕，你不能跟他回妖族。范月，你当真要与整个仙门为敌吗？白硕是本殿的，本殿允他暂留仙门，但不代表兰陵仙宗有资格留他。掌门，那个龟壳，眼熟，好眼熟啊！长辈，我冤枉，我就是被那范月邪恩所逼，当了白硕的几天师傅而已。无念石被盗，与我真的没有半点关系呀！还狡辩！要不是你给了他龟壳的话，他如何能闯入我们兰陵仙宗啊？
当时我宋康报恩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妖王。口说无凭。掌门，我对咱们兰陵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，绝对没有二心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师傅，老龟为仙门炼丹多年，这次也是为范月所谋，求师傅网开一面。你根本没有资格替老龟求情，敢对师长动手，还说我是非不分。我看你那300鞭打得还不够，应该再加几鞭。弟子无意冒犯师叔，但师叔若取白硕性命，弟子无法袖手旁观。弟子觉得，滥杀无辜非仙族所为。掌门听到了吗？他说我滥杀无辜。行了，金雷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崇昭了。我们看着他从小长到大的，还不了解他的性子。至于这个老龟，哎呀，咱们兰陵一直以玄龟为图腾。这要真罚了他，这传出去不得被72仙宗笑话？那是我里外不是人是吧？难道都不罚？那你说，你说怎么办？淡定，小点声，把我耳膜都吵破。老龟，我问你，既然范月能通过你这龟壳来到咱们兰陵，那咱们是不是也能通过龟壳找到皓月殿呢？我感应过了，范月已经把我给他的传送龟壳给毁了，现在来往见不得。外通常理，内系心法，留你有什么用？也不至于无用。老龟的炼丹术也算是我们仙门一绝，他炼的丹拿去山下的寨子卖了，也能多赚些银钱。为了区区银钱饶了他？区银钱？惊雷师兄，你倒是赚点银钱给我看看。好，卖了他，给他呀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闭嘴啊！哎呦，老龟，这样吧，看你在门中多年，没有功劳，也没什么苦劳，罚你每月多炼100颗大补丹，卖了钱去贴补门中，先这样吧。100颗，那我岂不是要被累死了呀？不太愿意是吧？那就去龟壳，丹灵骨，然后什么都别说了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走。掌门，白硕能开启无念石，且心不向仙门，请掌门下令，我立马带兵去妖族，带回白硕。弟子也请命前往。上回已派了弟子去探查皓月殿所在，但迟迟没有结果。哎呀，这个范月啊，仗着仙族寻不到他，太狂妄了吧？范月只是仗着仙族寻不到吗？这里就我们几个，还是直面事实吧。就算我们找到皓月殿的位置，我们也抢不回白硕。哎呀，风雨呀，你能不能别总是泼冷水？要泼点热乎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总好过你们自欺欺人。不是你，行了，风雨说的也没错，此事的关键不在范月，而在白硕自己。行了，先散了吧。怎么呢？这散了吧。好，散。